不知道各位看武士造型的时候有没有好奇过呀？为什么他们要带两把刀呢？此时懂行的观众就要说了，这两把不一样，一把叫打刀，另一把叫斜叉，这是武士身份的象征。其实武士还要带第三把刀，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武士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刀。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呀。除了打刀和斜叉，武士贵族还会带一把短刀。刚开始这把刀是挂在腰间的，故称腰刀。而江户时代，武士的服饰也有礼服的作用，这些武士会把短刀藏在怀里，所以名字就变成了短刀。两把腰间的武士刀中，较长的那一把叫打刀，单说武士刀其实指的就是打刀。较短的那一把叫做斜叉，它的存在理由一开始是为了室内战斗时更好施展。除了这三种常见的日本刀，还有太刀，看起来和打刀相似，不过太刀其实是为了马上战斗而设计的，和打刀还是有区别。江户时代的武士有苗字带刀的特权，这个带刀指的是打刀，而对民间的限制也只对打刀和太刀，所以江户时代剧中常见的商人带刀其实并不是穿帮，离开城市之后佩戴斜叉也是当时的常态。虽说现在我们说到武士刀时一般是在说打刀，但是其实打刀出现的历史并不是很长，是在室町时代的后期才出现的。在那之前的武士主要武器是用太刀，太刀和打刀作为野战的主武器，一般刃长都会超过60厘米，其中打刀作为步战武器，数十厘米已经很合适了，一般刃长都是在60厘米到80厘米之间，而太刀作为骑马武器就可以做得更长，60厘米左右的太刀只会被称为小太刀。传统的太刀刃长应该是在75厘米左右，但是有了打刀之后，这个长度的太刀就逐渐减少了。同时也有武士会使用刃长超过1米的大太刀，而超过了2米的太刀一般都是供奉用具。据说战国猛将真柄直龙所用的真柄斩就是一把刃长超过了2米的巨剑，详细可以看我以前的日本战国6名刀的视频。对于日本文化而言，说到日本刀想到的就是武士刀，说到武士刀想到的就是打刀和太刀，所以这二者在近现代依然在战场上出现，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官仍然有佩戴打刀的习惯。斜叉的出现时间比打刀更早，大概是在南北朝时代就出现了。斜叉刃长基本不会超过60厘米，大体在30到60厘米之间，所以又可以分为40厘米以下的小斜叉，40到55厘米的中斜叉，以及接近60厘米的大斜叉。太刀、打刀、斜叉看起来比较相似，但是稍微注意还是可以看出除了长短之外的区别。比如太刀的弯曲幅度会比较大，这是因为在马上战斗时需要在复杂环境下拔出武器，较大的弯曲幅度可以避免卡住。打刀和斜叉的弯曲幅度小一些，是为了在站立情况下不解开腰带就可以直接从刀鞘中拔出刀剑。而从形状上对斜叉和打刀进行区别就会比较困难，因为刀身形状受时代的影响比受其种类的影响更大。这二者最大的区别其实是刀柄的设计，打刀是为了战争使用，需要势大力沉，刀柄长度足够双手握持；斜叉则是为了室内战斗，主要考虑单手握持，刀柄长度一般是1拳3指宽。此外，斜叉会在刀锷的两侧分别增加一片金属片，称为折羽，这是为了把斜叉固定在腰带上，防止拔刀时刀鞘脱落。在配件上，斜叉和打刀的规格也不同，打刀作为主武器，在刀鞘上面一般还会设计一个放置小柄的位置和一个放置戟的位置，可以说很有生活气息。而斜叉的话就比较自由了，大家都可以携带，所以这种选配要不要加上，主要是看财力和需求。此外，江户时代规定武士有遇人不悦即可斩杀的特权，称为斩舍御免，这时候就要用到斜叉。当然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基本上限制为只有当平民对武士进行无理行为时才可以将其斩杀，并且地方政府有义务跟进调查，如果发现武士也有过错或者并非极度无理的话，武士也会被作为士刀客遭到严厉处罚。那说白了就是设计成了看你的含特权量够不够的制度，模糊化之后方便真正有这项特权的高级贵族随便杀人，民间的不满焦点又会被实际上没有这项特权的中下级武士给模糊掉。
在斩首玉免时，如果对方手中没有武器的话，武士也会被视为士刀客抓捕，最重会被处死。所以武士需要先把斜叉交给对方。当然，江户幕府的时间很长，还是会有一些魂不吝的真的冒死去得罪武士。刚开始会有一些武士告诉对方你已经把我得罪死了，今天必杀你，然后把自己的斜叉交给对方要求决斗。但是江户幕府也规定了武士不得奔跑，所以有些平民就假意同意决斗，然后拿到斜叉直接跑路。武士的配刀还是很贵的，有些人就拿出去卖掉躲起来，更有甚者换个地方拿出斜叉，声称自己已经战胜了这位武士，对方连刀都输给自己了。所以江户中后期武士就很少要求平民决斗了。这样一来，即使真的对方非常失礼，去杀一个只有锄头镰刀之类做武器的人，也有唯武是道精神。即使地方政府判断武士没有过错，也很容易变成将来仕途上的巨大障碍，这项特权在中下层就基本等于没了。短刀应该是从匕首进化而来的古老武器，很早以前就存在，难以确认最早出现的时间。刃长30厘米以下都可以称为短刀。现在普遍印象中的武士短刀的形象，刃长也有20-30厘米，其实也不短了，对吧？此外，这种短刀一般不设计弯曲，而是采用平造，在刀刃和刀背之间有一道竖直延伸、稍稍凸起的棱线，以此来保证刀刃的锋利和较强的切割能力。这种明显是为了近距离杀人而设计的武士短刀，大概是平安后期伴随着武士阶级的诞生同时出现的。和其他3种武器一样，短刀本身内部也还可以继续分类，比如前2年的电影《传奇与蝴蝶》中，龟蝶用短刀砍向织田信长，他用的叫做怀刀，这是专门用来护身的短刀。武士家的女儿出嫁时会带上这种刀防身，至今一些传统日式婚礼的举办场都会给新娘的白无垢搭配怀刀。还有一种常见的武士用短刀叫做铠通，这是专门破甲用的短刀。虽然有些剧组很坚固，但是再怎么坚固的防具，在关节部分总会留有缝隙。这种短刀就是为了刺穿剧组的缝隙而设计的，这些场景想必大家也在一些日本的时代剧中看过。此外，铠通似乎也可以用来攻城时帮助攀爬城墙，但这个功能是否包含在武器设计的初衷里面，现在还有争议。而最普通的用来近距离戳刺攻击的短刀叫做刺刀，一开始主要是剃刀的使用者们为了弥补没有近战能力的不足而佩戴的。所以以前刺刀的长度不一定非要是短刀的长度，其实现在有些证据显示的过程是，先有了刺刀的需求，然后有了长刺刀的需求，长刺刀进一步变成了打刀，然后打刀取代了太刀。最多武士携带的短刀是手切刀，这是战场上用来切下敌人首级证明战功的刀。江户时代也有规定，如果武士犯了某些重罪，比如过失杀人，需要立刻自行用手切刀制裁，所以这种短刀是武士最常携带的。除了武器功能的不同，携带多种武器还可以方便适用多种战斗流派，比如经典的萨摩藩视线流就是为了打刀设计的攻击方式，需要快速从敌人肩部斜着向下切断对方的身体。这种斩法的威力和速度都极为惊人，需要极大的力气，所以只能用徒步状态下双手握持的打刀才能施展。据说新选组局长近藤勇曾经专门嘱咐组内说，如果跟萨摩藩的人对战，第一回合不要硬接，一定要闪避，就是为了避开视线流的锋芒。总之，太刀和打刀是武士的主武器，是与其他武士战斗时用的，而斜叉作为副武器，主要的用途是自卫和攻击非武士的人。当然，在太刀和打刀无法使用时，中长尺寸的斜叉也可以暂时顶上。但是作为单手武器，其杀伤力肯定远不及主武器，所以江户政府也允许平民使用来防身嘛。毕竟在真正武装的人面前，这种武器也确实只能防身而已。顺带一提，幕末的斜叉常常超过60厘米，因为当时火器的效率变高了，打刀也普遍增长到了90厘米左右，斜叉也就跟着变得更长了。除了上述实用功能层面的原因，武士需要携带多把刀也是有文化习惯等等方面的原因。虽然武士阶级实际上的起源更可能是平安时代的地主私人武装，但是后世武士普遍自认为武士阶级的起源应该是战场上的士。到武士时代，大部分情况下，普通武士在战场上也确实是负责保护将领的士，而不会去前线和平民士兵拼杀。那么高级武士就既有可能要领兵冲锋，也有可能
要抵挡对方直接冲击己方的本阵，所以视听时代高级武士会佩戴太刀和腰刀，太刀是为了自己冲锋时骑马作战，腰刀是为了在对方攻入本阵时下马作战。低级武士没有这个财力带2把刀，就去定制集合了太刀和腰刀使用场景的武器，这也是打刀可能起源的一个假说。后来虽然一把太刀大体已经足够马上和下马作战了，但是同时佩戴马上武器和下马武器成为了高级武士的一种象征，所以佩戴打刀的武士们也会同时佩戴打刀和斜叉。另一个武士要佩戴双刀的文化原因是主武器在一些情况下与武士的人格地位绑定，不好轻易使用。看通史视频的观众应该感觉得到，从武士进入了权力核心之后，日本这800年就没有几年安定过的，大部分时间都有大大小小的战事。尤其是室町时代，前几十年官印扰乱和南北朝时期，中间几十年中央集权战争和恐怖统治时期，后几十年应仁之乱和日本战国时期。而身在室町朝的日本人几乎就是几代人都没有体验过长久和平，所以室町时代无论是农民、市民、商人、僧侣都有携带武器自卫的习惯。当时男性的成人礼包括了刀叉仪式，也就是得到一把太刀或者是斜叉是当时男性成年的象征之一。江户时代作为和平时期，武士们也沿袭了这个文化，只是不再只关注刀身的锋利度和强度，也开始注重刀装的外观和美感。那对于这些武士而言，主武器的打刀是自己地位的象征之一，不能轻易使用，所以也需要佩戴斜叉作为实用武器。文治时代的高级武士几乎完全不再考虑战斗，他们会将打刀与斜叉的刀装设计成一致的风格，有些甚至包含短刀也要如此。他们追求精美华丽，佩戴多种贵重装饰武器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对于中低级武士，同时佩戴打刀和斜叉本身就是体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江户时代明文规定了武士带刀特权指的就是可以同时携带一把打刀和一把斜叉。其实江户幕府对于不同级别的武士能够佩戴什么样的武士刀都有严格的规定，既不能超过也不能达不到标准。如此一来，佩戴2把刀的武士不仅可以彰显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直接表明自己的武士身份，避免掉很多市井的麻烦。其实江户中后期这成为了武士佩戴2把刀的最主要的原因，那时已经有很多武士都会穿戴硬质腰带了，这样拔刀会变得非常困难，以此表明自己并没有攻击任何人的意图。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失去了工作的武士，也就是浪人们。浪人不佩戴斜叉，因为一把打刀一把斜叉是正式武士的规格，浪人不允许这样佩戴，于是浪人一般是采用落差的方式佩戴武器，也就是同时带2把大刀。最后一个佩戴2把刀的文化原因是武士之间可能把太刀打刀作为礼物赠送出去。丰臣秀吉尝试公武合体之后，一些公家的文化进入了武家贵族的圈子。以前公家社会中有把装饰和仪仗用的丝卷太刀用来赠礼的习惯。桃山时代后，这种文化先是出现在了武士参加公家活动的环境，而后成为了高级武士圈子的习惯。比如结城秀康护送石田三成回到居城时，石田三成就把自己的佩刀石田正宗作为谢礼赠送给了秀康。而作为高级武士是不能不带刀的，所以为了可能把主武器赠送出去的情况，也需要携带副武器，并且从此开始，高级武士们有了收集古太刀的习惯，很多古刀被炒到了天价。江户幕府曾经多次下令禁止高级武士之间赠送古刀，并且以身作则，规定将军本家不接受任何武士赠送的名贵古刀。但是架不住高级武士们要以此来彰显地位。德川集中之后，曾经一度在高级武士之间出现了以长期不换佩刀的主武器为耻的文化。总之，曾经武士同时佩戴太刀和腰刀是为了应对战场上的不同情况。后来这种结构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后世就一直在武士腰间就应该挂着2种不同长度的刀这种思维惯性的延续之下，给3种刀寻找各自的用途。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基本就完全变成了体现身份地位的装饰品了。都看到这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和硬币呀！我们下期再见。